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地下车库的温柔瞬间，冯绍峰、赵丽颖以爱之名共绘亲子新画卷。在灯火阑珊的北京深夜，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地下车库，却悄然上演了一场触动人心的交接仪式。2025年3月的一个平凡夜晚，冯绍峰身着简约黑色卫衣，口罩虽掩去了大半面容，却遮不住那双充满温情的眼眸。他将稚嫩的小手轻轻交托，那是他与赵丽颖爱情的结晶。想想，这一幕是两人离婚4年后首次在公众视野中的同框，没有镁光灯的聚焦，只有对孩子最纯粹的牵挂与不舍。想当年，冯绍峰与赵丽颖因戏生情，从知否片场的甜蜜互动到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的爱情曾如童话般美好。然而，现实总是比剧本更加复杂，婆媳关系的纠葛，事业与家庭的平衡，最终让这段婚姻在2021年画上了句号。但离婚并未让他们反目成仇，反而以一种更加成熟、理智的方式共同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4年间，冯绍峰与赵丽颖以行动诠释了离婚不讲爱的亲子哲学。赵丽颖在繁忙的演艺事业中，总不忘抽空飞往上海，陪伴想想看展览、学知识，而冯绍峰则推掉了众多综艺节目的邀约，亲自接送孩子上下学，用陪伴填补孩子成长中的每一个空白。想想在他们的共同关爱下，从蹒跚学步的奶娃成长为活泼可爱的5岁少年，继承了母亲的杏仁眼和父亲的挺拔身姿，书包上挂着赵丽颖主演的剧集徽章，成为妈妈最忠实的小粉丝。此次地下车库的交接，不仅仅是简单的亲子互动，更是一次情感的微妙传递。冯绍峰的黑色卫衣与赵丽颖的白色针织衫，仿佛冥冥中注定的黑白配。想想手中的奥特曼玩偶，正是赵丽颖在直播时答应儿子的礼物。这份细腻入微的关爱让人动容。更令人感慨的是，冯绍峰在目送保姆车离开时，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车钥匙，那是3年前赵丽颖送他的生日礼物。这份深情，即便在离婚后也未曾消逝。舆论场上，网友们的反应热烈而复杂。从冯绍峰、赵丽颖复婚的猜测，到最体面前任教科书的赞誉，热搜词条的阅读量在短短几小时内飙升。人们发现，这对曾经的夫妻虽然婚姻不在，但对孩子的爱却从未减少。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离婚并不意味着亲情的断裂，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共同守护孩子的成长。冯绍峰与赵丽颖的离异共生模式，打破了娱乐圈丧偶式育儿的常态。他们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世人，即使婚姻走到尽头，父母的责任与爱却永远不会缺席。赵丽颖在事业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成为手握白玉兰提名的实力演员，同时不忘为儿子设立探索基金，用事业的成功为孩子的未来铺路。而冯绍峰则从一个被贴上浪荡公子标签的演员，转变为一个深爱孩子的周末爸爸。社交媒体上满是陪娃露营、学围棋的温馨日常。从官宣体的甜蜜宣告，到一别两宽的理性分手，再到如今育儿共同体的成熟共处，冯绍峰与赵丽颖的情感轨迹，见证了娱乐圈婚恋观的变迁。他们用自己的故事诠释了爱情与亲情的真谛。爱情可以逝去，但亲情却如星光般永恒闪耀。正如网友所言，他们没有输给爱情，只是找到了更辽阔的爱的方式。当保姆车缓缓驶出地库，车灯划破夜色的瞬间，赵丽颖轻轻摇下车窗，对儿子说了句什么？想想转身，隔着玻璃对冯绍峰比了个奥特曼光波。这个充满童趣的动作，仿佛是他们感情的最好注脚。曾经的爱情如烟花般绚烂而短暂，但如今
他们已将这份爱转化为守护孩子的星光，在各自的轨道上永恒闪耀。在离婚及仇敌的娱乐圈生态里，冯绍峰与赵丽颖用他们的故事书写了另一种可能，即使爱情不在，父母的身份与爱却永远不会退役。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为离异家庭树立了新的典范，证明了即使婚姻破裂，也能以成熟理智的态度共同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为孩子营造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成长环境。冯绍峰与赵丽颖的故事是对现代家庭关系的一次深刻反思。它告诉我们，爱情或许有保质期，但亲情却是永恒的。在爱的名义下，他们共同绘制了一幅温馨而美好的亲子画卷，成为娱乐圈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让我们祝愿想想在父母的共同关爱下，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拥有一个充满爱与希望的未来。2. 离婚4年，娱乐圈体面客，沉沉思成果然看得透。2021年4月23日，赵丽颖工作室和冯绍峰同时发布离婚声明。这份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的文案，让微博程序员连夜加班抢修服务器。网友翻出3年前两人官宣结婚时同样卡爆微博的盛况，不得不感叹这届程序员真是造了什么孽。这两口子结婚时轰轰烈烈，离婚时干脆利落，没有财产撕扯，没有抚养权大战，连工作室文案都是复制粘贴。这种离婚姿势在娱乐圈堪称清流，比某些明星结婚时秀的恩爱还体面。说来有趣，当年在《西游记》女儿国片场，冯绍峰给赵丽颖递水递毛巾的殷勤劲儿，活脱脱像个刚入行的小助理。剧组人员私下都说，这位素来以情场高手著称的公子哥，这次怕是动了真格。果然，电影拍完没多久，两人就直接跳过官宣恋爱环节，把结婚证拍在了吃瓜群众脸上。冯绍峰在《奇遇人生》里说过一个细节，有次他在节目里说漏嘴提到儿子小明，吓得当场给赵丽颖打电话认错。这个画面很魔幻现实，一个40岁的男人像个犯错误的小学生似的举着手机挨训，当时观众都笑他怕老婆，现在回头看，这分明是爱情最后的倔强。赵丽颖产后复出的速度让同行直冒冷汗。有匪开机时，她刚生完孩子5个月，在片场一边背台词一边吸奶的画面，活生生把古装剧拍成了励志片。有媒体问她这么拼图什么，她答得实在，演员这碗青春饭凉了就很难再热。这话听着心酸，但确实是实话。毕竟在横店影视城，每天都有上百个年轻姑娘等着接她的班。冯绍峰在某次采访中透露，有次拍戏受挫回家痛哭，赵丽颖淡定地抱着孩子说，要不要看看想想。这个操作既像心理咨询师，又像幼儿园老师，把江南小开的忧郁瞬间整不会了。这种反差萌的相处模式，最初是爱情催化剂，后来成了分手导火索，一个需要情感共鸣，一个习惯解决问题，就像豆浆配咖啡，再新鲜也抵不过胃疼。关于婆媳矛盾的传闻始终绕不开纺织大亨这个梗。冯绍峰母亲经营的纺织企业每年出口额抵得上半个横店影视城的产值，这种家庭对儿媳的要求向来是相夫教子4个大字。偏偏赵丽颖把知否李明兰的台词当人生信条，我就想活得像个人。两种价值观撞在一起，爆出的火花足够照亮整个黄浦江。有意思的是，离婚后两人在迪士尼被拍到同框带娃，冯绍峰主动给前妻拉车门的动作，比当年婚内被拍到时还要绅士。这种离婚后反而更讲究的做派，让蹲点抓拍的狗子都忍不住夸了句讲究。比起某些离异夫妻互爆黑料的操作，这对简直是在演《婚姻保卫战》续集之离婚也优雅。陈思诚当年说离婚后还是亲人被群嘲，现在看这对前夫妻的相处模式，
倒显得他像个预言家。其实圈内人都懂，在名利场维持体面不只是修养问题，更是职业素养，毕竟谁也不想砸了自己以后合作的饭碗。但能把利益计算演成真情流露，也算是一种本事。最近赵丽颖在《风吹半夏》里演活了个体户女老板，冯绍峰在《新居》里扮演落魄公子。观众发现这两个角色莫名契合他们的现实轨迹，一个在生意场上越战越勇，一个在时代浪潮里寻找归宿。生活比剧本更精彩的地方在于，它从不需要大团圆结局。当年在《女儿国》里，唐僧终究没能带走国王。戏外冯绍峰说过一句台词，现在听来格外应景，其实爱一个人与爱众生没有分别。